作为整形外科的隐形一把刀，我看着苏曼在大屏幕上展示我的缝合技术，却只分给我250元奖金。像你这种低学历的木头，能给我的辉煌履历当垫脚石，是你的荣幸。他以为掌握了权力就能掩盖无能，却不知那是需要微米级操作的神之手。我不发一言，直接拉黑全员，退群走人。3天后，面对秦老太爷那团乱麻般的面部神经，全院专家束手无策，苏曼更是吓尿了裤子。在秦家的威压下，我重新站在了无影灯下，当着全球连线专家的面，开启了传说中的盲操缝合。原本等着看笑话的苏曼，看着监视器里那神乎其技的操作，彻底绝望。手术结束，我摘下口罩，对着镜头里目瞪口呆的众人淡淡开口：秦先生的脸保住了。另外，通知苏主任准备好他的牢饭，我要开始清算了。酒店宴会厅里在开年会，香槟塔被推倒的瞬间，全场欢呼。我坐在角落的阴影里，低头揉着右手腕，那是长期握持手术刀留下的职业病。腱鞘炎发作的时候，里面难受得很。就在3个小时前，我刚刚结束了一台长达14小时的手术，病人是国内顶流的小花，脸就是他的命。现在那张堪称完美的脸正被投影在宴会厅那块屏幕上。台上，我的顶头上司科室主任苏曼穿着一身当季的高定深 V 礼服，手里举着话筒。我作为科室的元老，本应该坐在前面，但是不知道谁把我位置安排到了最后，旁边陪伴我的是实习生。这台手术的难度，想必在座的各位同仁都清楚。苏曼的声音带着一种自豪。整整14个小时，为了保留病人面部神经的完整性，我必须要在显微镜下进行微米级别的缝合，这是对体力和技术的双重考验。但为了患者的信任，我苏曼义不容辞。台下掌声雷动，我看着屏幕上那个被放大的缝合切口，那是我的独门绝技。而此刻，这双手的主人正坐在台下，饿着肚子，看着苏曼把这份功劳揽得干干净净。苏主任真是华佗在世啊！是啊，这种级别的操作，国内除了苏主任，没人做得出来。听说那小花术后恢复的极好，连疤痕都几乎看不见。旁边的实习生小王一脸崇拜地看着台上，转头对我说：志毅姐，苏主任真厉害，咱们什么时候能有他1半的技术就好了。我扯了扯嘴角，没说话。苏曼懂个屁的技术，那台手术，他就在开场时进去摆拍了几张照片，然后就说自己低血糖头晕，去休息室喝燕窝刷剧去了。剩下的14个小时，是我穿着30斤重的铅衣，在显微镜下一点一点把那团乱麻一样的血管里清楚，又一针一线的缝好。但我不能说，因为我是苏曼的影子，我是个没有光鲜学历的野路子。虽然我有一双仿佛开了挂一样的手，但在讲究门第和学历的医疗圈，我连进3甲医院面试的资格都没有。是苏曼破格录用了我。5年前，他还是个连阑尾炎手术都能做穿孔的庸医，自从招了我，他一路平步青云，从主治医师混到了现在的科室主任，甚至成了业内著名的一把刀。好了，大家静一静。苏曼压了压手，脸上带着红光。今年咱们整形外科的业绩不仅达标，更是直接破亿，这是大家共同努力的结果。欢呼声再次响起。为了感谢大家1年的辛苦，我决定今晚现场发放年终奖。气氛瞬间被推向高潮，屏幕上的 PPT 切换变成了一张张转账截图。首先，我要奖励我自己。苏曼笑着指了指身后，1辆保时捷卡宴。毕竟作为带头人，我压力最大，也是应该的嘛。台下响起一片马屁声。苏主任实至名归，主任辛苦啦。苏曼满意的点点头，接着念名字。副主任刘华辛苦了，年终奖80万。护士长张姐，管理有方50万。副主任刘华，这不过是一个最大的马屁精。原本我应该靠实力上位的副主任，结果因为他在苏曼面前多说几句好话，就给了他。就连刚刚入职不到半年的实习生小王，名字都出现在了大屏幕上。小王虽然刚来，但跑腿勤快，嘴也甜，是个好苗子。年终奖8万。小王激动地从椅子上弹了起来，连连鞠躬。谢谢苏主任，谢谢主任栽培，我一定为您赴汤蹈火。8万，一个连血管钱和止血钱都分不清楚，进手术室只会污染无菌区的实习生拿了8万。我握着水杯的手紧了紧。这1年，科室里90%的高难度手术都是我主刀的，全年无休，随叫随到，哪怕是凌晨3点，只要苏曼一个电话，我就得从床上爬起来去给他擦屁股。我不求像他一样拿几百万，但至少应该比实习生多吧。最后，苏曼的目光穿过人群，落在了角落里的我身上。沈之毅，全场的目光唰的一下集中到了我身上。之毅呀，你是咱们科室的老黄牛了。苏曼语气温柔，却透着一股子阴阳怪气。虽然学历低了点，人也木讷，但胜在听话。来，上来领你的红包。没有转账截图，只有一个薄薄的红信封。我站起身，在众人的注视下走到台上。苏曼笑盈盈地把信封递给我，打开看看，给你的惊喜。我接过来，手感轻飘飘的，撕开封口，里面没有支票，没有现金，只有一张打印出来的转账回执单。我看清了上面的数字，250.00元，备注栏里写着一行小字：给你的辛苦费，买点核桃补补脑。250，这
这就是我全年主刀600台手术，为科室创造上亿营收的价值。噗！台下不知道是谁先没忍住，笑出了声。250，这数字也太……伤害性不大，侮辱性极强啊！不过沈之意也就是个打杂的助医，给他发钱就不错了，还挑什么？台下的人全部都是对我的嘲笑，没有一点的同情。苏曼似乎很满意这个效果，她拿起话筒，甚至还走近了我2步，像个知心大姐姐一样拍了拍我的肩膀。之意啊，你也别嫌少。你要知道，你只是个卫校出来的，没有博士学位，没有海外背景，在这个行业里，原本你是连手术室的门都进不去的。是我，苏曼，赏了你一口饭吃。这250是你这一年的价值体现，也是我对你的敲打。苏曼叹了口气，一副恨铁不成钢的样子。你这个人啊，太不懂变通，也不懂人情世故。平时见到领导不知道问好，见到大客户也不知道敬酒，就像个木头一样，只会死干活。你要知道，在职场上，光有蛮力是没有用的，得有脑子。上帝买核桃补补脑，是希望你明年能开窍，学会怎么做人，学会怎么团结队伍，别总是一副清高的样子。离了我，你以为你是谁？台下的笑声更大了，夹杂着附和声。就是苏主任这是教他做人呢。没有，苏主任罩着，他早去端盘子了。我想起半个月前那个煤老板的情人做隆胸手术，苏曼非要装逼亲自主刀，结果割破了胸廓内动脉，血飙得像喷泉一样，他吓得手里的刀都掉了，尖叫着躲到角落里瑟瑟发抖。是我冲上去，在血泊里忙视野止血，用了3分钟把那个差点死在手术台上的女人救了回来。事后苏曼给了我2000块钱封口费，转头就对家属说那是术中正常出血，是他力挽狂澜。那时候我忍了，为了那份微薄但稳定的薪水，为了还在住院的母亲。但现在母亲已经走了，我看着手里那张250，突然觉得很好笑，真的很好笑。我竟然为了这么一个草包，当了整整5年的影子，把自己活成了一个笑话。之意，怎么不说话？是太感动了吗？苏曼把话筒递到我嘴边，眼神里满是挑衅。来，跟大家说说你的获奖感言。台下全部都是起哄声。说话啊，是不是高兴傻了？沈之意，做人要知恩图报，快给苏主任鞠个躬。副主任刘华喊得最响，脸上满是讨好。我没理会这些噪音，口袋里的手机震动了一下，我掏出手机，一条定时短信静静地躺在那里。发信人：妈妈。之意，当你看到这条短信的时候，妈妈应该已经不在了。这5年，妈妈拖累你了，女儿。不要为了妈妈委屈自己，去过你想过的生活，去拿回属于你的荣耀。爱你的妈妈。发送时间是他进 ICU 昏迷的前一天，原来他早就预料到了这一天，甚至怕我因为他的死而消沉，特意留下了这句话。我拇指摩挲着屏幕上那行字，眼眶发酸，心里那块压了5年的大石头却突然碎了。看手机干什么？想查查这250能买多少斤核桃？苏曼嗤笑一声，伸手想来拍我的脸。别查了，够你吃1年的。我按灭屏幕，抬头，他愣了一下，因为我的眼里没有他预想的愤怒，也没有卑微的讨好。我慢条斯理地将那张250元的转账单折好，放进贴身的口袋里，然后我接过话筒。谢谢苏主任，这250确实是个好数字。苏曼眉毛一挑，以为我服软了，刚要开口嘲讽。在这个浮躁的社会，能有人这么精准地用数字来定义自己，并且以此为荣，苏主任这种自我认知的精神确实值得我们学习。全场死寂，过了2秒，有人反应过来，都在憋笑。苏曼夺过话筒：沈之意，你什么意思？你是不是不想干了？若是以前听到这句话，我会恐慌，会道歉，但现在我只觉得好笑。苏主任，这钱我会好好收着。我看着他气急败坏的样子，毕竟这大概是你这辈子发出的最后悔的一笔钱，留着吧，将来给你买后悔药的时候，或许能抵个挂号费。说完，我没再看他一眼，转身就走。沈之意，你给我站住！你今天要是敢走出这个门，明天就别想在这个行业混了，我会封杀你，全行业封杀你。还有那个隆胸手术的后续报告，你还没写，今晚必须交给我，否则扣你这月的工资。我脚步没停，甚至连头都没回。封杀？苏曼，你真的是一无所知。走出酒店大门，我深吸了一口空气，路边的橱窗里映出我的影子，羽绒服有些旧了，头发随便扎了的马尾，看起来普普通通。我拦了一辆出租车。去哪？司机问。回家。这2个字说出口，我才意识到我有家了，不需要再住在医院的值班室，不需要随时等着听那催命般的电话铃声。在路上，我只收到了小林的信息，这是一个很细心的实习生，他一直在我身边学习。沈姐，他们太可恶了，你不要难过啊，我要向院里反映，还你公正。我看到这个信息，心里还是暖了一些，但是我知道现在还不是时候，而且我想休息几天。早点休息吧，不用担心，你继续保持学习。
回完信息我就关掉了手机，靠着窗边发呆。回到那个只有30平米的出租屋，我踢掉鞋子，整个人陷进沙发，手机一直在震动，是科室的微信群。苏曼在群里疯狂输出：艾特沈之意，你长本事了是吧？当众顶撞上司。明天早上8点，我要在办公室看到5000字的检讨书，否则你就给我滚蛋！艾特沈之意，别以为不说话就能混过去。那个小明星的复查方案呢？赶紧发给我。底下是一群人的附和。之意姐，你就服个软吧，苏主任也是为了你好，大家都还在庆祝呢，你这样多扫兴啊！现在的年轻人就是太浮躁。沈之意，你要是不想干，外面多的是人排队想进咱们科。我看着屏幕上跳动的文字，像是在看一群跳梁小丑。5000字检讨复查方案，我轻笑一声，点击群组信息，选择退出群聊，确认。世界瞬间清静了一半。紧接着，我点开苏曼的头像，拉黑刘华，拉黑小王，拉黑所有在这个通讯录里曾经像吸血鬼一样压榨我的人，全部拉黑。做完这一切，我把那张工作用的 SIM 卡拔了出来，咔嚓，小小的卡片被我折成2半，扔进了垃圾桶。睡吧，之意。我对自己说，这一觉我要睡到自然醒。早晨7点55分，我准时出现在整形外科的打卡机前。沈之意已签到。周围几个正在换白大褂的小护士瞬间噤声，窃窃私语：他还敢来啊？昨晚闹成那样，估计是来求饶的吧。毕竟苏主任放话要封杀他。也是一个卫校出来的，离了咱们科室去哪找工作？我无视了这些声音，径直走向办公区。以前我的工位在角落，堆满了各种病历和杂物，连个转身的地方都没有。今天那里依旧堆着山一样的文件，我看都没看一眼，拉开椅子坐下，从包里拿出一个保温杯，还有一包刚买的瓜子。沈之意，一声呵斥打破了清晨的宁静。苏曼踩着10厘米的红底高跟鞋，手里甩着那把保时捷车钥匙，气势汹汹地冲到我面前。他身后跟着点头哈腰的副主任刘华，还有那个拿着8万年终奖的实习生小王。检讨书呢？苏曼把价值不菲的爱马仕包往桌上一摔。昨晚装死不回消息，现在哑巴了。5000字检讨，少一个字你就给我卷铺盖走人。我拧开保温杯，吹了吹浮在上面的茶叶。没写。你说什么？我说没写。我抬起头，苏主任不是让我买核桃补脑吗？我昨晚吃了1宿核桃，手酸，写不动。你？苏曼指着我的鼻子。好的很。沈之意，你既然这么有骨气，拿这个月的奖金全部扣光。还有今天上午那台隆鼻手术，你去给小王当助手，让一个主刀600台高难度手术的一把手，给一个连无菌手套都戴不利索的实习生当助手。周围响起了低低的嗤笑声，刘华更是幸灾乐祸地凑上来。之意啊，你也别觉得委屈。小王虽然是新人，但人家是正经医科大毕业的，理论知识扎实。你个卫校生，正好跟着学学怎么规范操作。小王挺了挺胸膛，一脸傲气。之意姐，待会儿麻烦你帮我递器械的时候快点，我不喜欢等人。我靠在椅背上，慢悠悠地嗑了一颗瓜子。我不去。你说什么？我说我不去。我拍了拍手上的碎屑。苏主任昨晚不是在大屏幕上说了吗？我是个木头，不懂变通，也没学历，这种精细活儿，我怕我这双手给您搞砸了。既然小王是好苗子，年终奖拿了8万，那这种简单的隆鼻手术应该不在话下吧？苏曼的脸色瞬间变得铁青。这台手术虽然只是常规隆鼻，但病人是某上市公司的老板娘，极其挑剔。以前这种 VIP 客户，苏曼都是点名让我做，她最后去缝2针露个脸。沈之意，你这是在威胁我？苏曼眯起眼睛。你以为离了你，这科室就转不动了？不敢。我笑了笑，我只是在摆正自己的位置，毕竟我只值250，干不了8万块钱的活。好，很好。苏曼怒极反笑，转头看向刘华。刘副主任，这台手术你来主刀，带上小王，让他沈之意看看什么叫专业，什么叫科班出身。刘华愣了一下，脸上闪过一丝慌乱。苏主任，我这2天手腕有点什么？你也想造反？苏曼狠狠瞪了他一眼。刘华吓得一激灵，连忙挺直腰板。没问题，不就是个隆鼻吗？我做过几百台了。小王，去准备，咱们让某些井底之蛙开开眼。看着他们一群人浩浩荡荡地走向手术室，我低头喝了一口茶。刘华确实做过几百台，不过是在梦里。现实中，他这几年忙着给苏曼拎包、写 PPT、搞行政斗争，
手术刀估计都生锈了。至于那个小王，我看了看墙上的挂钟，8点半，好戏才刚刚开始。手术室的灯亮了，我坐在工位上，打开电脑，开始玩扫雷。周围的同事都在忙碌，只有我闲得像个退休大爷，没人敢来指使我，大概是觉得我疯了，怕沾一身腥。时间1分1秒过去，9点10分，按照常规流程，现在应该已经完成假体雕刻，开始剥离鼻背组织了。9点半，手术室的门依然紧闭。9点40，一阵急促的脚步声突然从走廊尽头传来，巡回护士小张满头大汗地冲了出来，手里抓着血袋申请单。血，快去血库调血 ，B 型血，快！办公区瞬间炸了锅。怎么回事？隆鼻手术怎么还要调血？出血量很大吗？小张根本顾不上回答，抓着单子就往输血科跑。路过我身边时，他脚下一软，差点摔倒。我眼皮都没抬，继续点着鼠标，右键插旗。10分钟后，手术室的门再次被撞开，这次出来的是麻醉师老陈，他连口罩都跑歪了，冲着办公区大喊：“苏主任呢？苏主任去哪了？苏主任去院长那开会了。”有人小声回答：“操！”一向斯文的老陈爆了句粗口：“刘华那个傻逼，剥离的时候捅穿了鼻中隔动脉，止不住了。病人现在血压掉到60了，谁能上台？快点来个人救场！”全场死寂，所有人都低下了头。鼻中隔动脉出血虽然凶猛，但只要技术过硬，并不难处理。难的是现在的局面，这是苏曼钦点的立威手术，谁上去就是接烂摊子，就回来还好，就不回来就是背锅。而且大家心里都清楚，科室里真正能处理这种突发状况的一把刀，正坐在角落里玩扫雷。无数道目光偷偷投向我，老陈顺着众人的目光看过来，像是抓住了救命稻草，几步冲到我面前。之一，快，只有你能救场了。刘华那个废物手都在抖，根本夹不住血管。我看着屏幕上那个笑脸图标，扫雷通关了。陈老师，我慢条斯理地关掉游戏窗口，这不是我该做的事情。休什么假？人命关天。老陈急得都要上手拉我了。那个病人要是死在台子上，咱们科室今年的评优全完了。苏主任回来会杀了我们的。那是苏主任的事。我轻轻拨开他的手，而且我现在正在深刻反思。反思什么？老陈懵了。反思我为什么只有250的价值。我指了指脑子。苏主任说了，我脑子不好使，得吃核桃。我现在脑子里全是核桃仁，看不清血管。你……老陈急得直跺脚。沈之意，这都什么时候了，你还置气？那是一条人命啊！是啊，人命。我站起身。半个月前，那个煤老板的情人也是一条人命，我救了。结果呢？我成了只会端茶倒水的打杂工，拿250的赏钱。苏曼成了神医，拿卡宴。我逼近老陈一步。陈老师，我是医生，不是擦屁股的纸。刘华拿80万年终奖的时候，说他是科室顶梁柱，怎么顶梁柱他了，要我这根朽木去顶？老陈张了张嘴，哑口无言。就在这时，走廊里传来一阵狂奔的声音。苏曼回来了，显然是有人给他通风报信了。他冲进办公室，看到我还站在那，劈头盖脸就是一顿吼：“沈之意，你还站着干什么？还不快滚进手术室！”我看着他气急败坏的样子，只觉得好笑。苏主任，您是不是忘了一件事？我指了指墙上的排班表，现在是11点半，午休时间。我拿起挂在椅背上的包，从苏曼身边擦肩而过。根据劳动法，250的工资不包含午休加班服务。沈之意，你敢走一步试试？苏曼在我身后尖叫。病人要是死了，我让你坐牢，这是见死不救。我脚步顿住，回头，见死不救。我看着苏曼，主刀医生是刘华，遗嘱是小王，手术同意书上签的是他们的名字。我一个连手术室门禁权限都被你刚才取消了的闲杂人员，怎么救？还有，苏主任，祝您的卡宴开得稳当。说完，我头也不回地走出了科室大门。那台隆鼻手术最后还是没死人，但也没好到哪去。听说刘华在台上止血钳掉了3次，最后还是舔着脸去请了血管外科的主任过来救场，命是保住了，但因为长时间缺血和暴力止血，那富婆的鼻小柱坏死了一块，以后别说美鼻，能不能保住鼻子都是个问题。血管外科的主任出手术室时，当着全走廊家属的面骂了一句：“整形科室没人了吗？这种水平也敢动刀？那是动脉，不是你家下水道。”但这只是开始，接下来的3天，整形外科完美诠释了什么叫多米诺骨牌效应。整形外科的走廊里，此刻热闹得像个菜市场。苏曼，你个杀千刀的，你赔我的鼻子！一声哭嚎几乎掀翻了天花板。那位做隆鼻手术的阔太前夫人，此刻正披头散发地坐在科室门口，脸上裹着厚厚的纱布。苏曼被堵在办公室门口，脸上满是慌乱。她身后的刘华更是不敢吭声。钱夫人，您冷静点，这是术后正常的排异反应。苏曼试图解释，但是声音却在发抖。排异你大爷！血管外科的主任都说了，是动脉栓塞，是坏死
钱夫人一把推开上来搀扶的小护士，指着苏曼的鼻子骂：“你收了我80万，就给我做出这么个烂玩意儿！”周围全是看热闹的病人和家属，还有不少人举着手机在拍视频。苏曼眼看局势失控，余光突然瞥见了我，我手里还提着一袋没吃完的核桃。苏曼一把拽住我的胳膊，指着我对钱夫人喊道：“是他，钱夫人，是他。这台手术虽然挂的是刘华的名，但术后护理和观察都是沈之意负责的，是他没及时发现问题，才导致了现在的后果。”全场哗然，刘华也反应过来，立马附和：“对，沈之意平时就对分配不满，肯定是他故意报复，没有按时给您换药。”这口锅又黑又大，扣得熟练至极。钱夫人停止了哭嚎，恶狠狠地瞪向我：“是你！”我将她的手指一根根掰开。苏主任，说话要讲证据。证据？你是我的下属，你的失职就是证据。苏曼压低声音在我耳边咬牙切齿：“沈之意，你今天要是把这锅背了，那250的事我不计较，还可以给你补发3个月工资，否则你在行业里别想混。”又是这套，我笑了，从口袋里掏出一支录音笔，按下播放键，里面传出苏曼的声音：“沈之意，你给我站住！你今天要是敢走出这个门，我只值250，干不了8万块钱的活。”那是手术当天的对话。接着我又拿出手机，调出一张照片，那是医院内部系统的排班表截图，上面清晰地显示手术及术后3天，我的状态都是休假。各位听清楚了，我举着手机，这台手术进行的时候，我已经被苏主任赶去买核桃补脑了。至于术后护理，那是拿了8万年终奖的小王负责的。我一个拿250辛苦费的打杂工，哪有资格碰钱夫人这么金贵的鼻子？我看向钱夫人，语气诚恳：“钱夫人，冤有头债有主，谁拿钱谁负责。您这80万可没1分钱进我的口袋。”钱夫人转头看向苏曼，眼神像是要吃人。“你耍我？”苏曼已经语无伦次了。不是，钱夫人您听我解释，他是那个……他一记耳光打断了苏曼所有的狡辩，这一巴掌击中苏曼的半边脸，瞬间红肿起来，连假睫毛都被打歪了。这一巴掌是替我的鼻子打的。钱夫人气得浑身发抖。我上前一步，从包里掏出一包湿纸巾，抽出一张递给钱夫人：“擦擦手。”我淡淡道：“粉底太厚，脏。”钱夫人愣了一下，接过湿巾，狠狠擦了擦手，然后指着苏曼：“退钱，还有赔偿，少1分我就让你们医院关门。”说完，他愤然离去。苏曼站在原地，头发凌乱，盯着我：“沈之意，你好，你很好。”我耸耸肩，剥了一颗核桃扔进嘴里：“谢谢夸奖，核桃确实补脑。”这场闹剧让苏曼颜面扫地，但他这种人从来不会反思自己，只会把怒火发泄在更弱小的人身上。下午，我在茶水间看到了正在哭泣的小林。小林是科室里刚来的助理，也是唯一一个平时会叫我之意姐，还会偷偷给我留早饭的小姑娘。她视我为偶像，一直想跟我学缝合。此刻，她正蹲在地上，用抹布擦拭着咖啡渍。怎么了？我走过去，小林抬起头，眼睛肿得厉害。之意姐，苏主任说我不懂规矩，刚才倒咖啡太烫了，把我踢出了手术团队，让我以后负责打扫全科室的卫生间。我看了一眼咖啡渍，早已干涸，显然是故意泼的。他还说，小林抽噎着说这就是跟错人的下场，谁要是敢跟你走得近，就是这个下场。一股无名火腾的一下从我心底烧了起来。针对我可以，但我的人不行。我伸手拉起小林，拍了拍他膝盖上的灰：“别擦了。”可是我说别擦了。我看着苏曼办公室的方向，既然他觉得卫生间需要人打扫，那就让他自己去扫。机会来得比我想象中更快。上次那个事情后，全科室的绩效和奖金全部归零。苏曼把矛头全部对准了我，全科室的人对我都有很大的意见，私下对我议论纷纷。都怪他，不然咱这个月工资都不会那么低。他傲气什么啊？真的是。他们在获得我带来的奖励的时候，对我毫无感激，但是我只是做我该做的。我还要遭受他们的谩骂，真是可笑。为了挽回因为烂鼻子事件崩盘的口碑，苏曼兵行险招，接了一台极高难度的手术——面部神经修复术。患者是一位当红的小鲜肉，拍戏时脸部受伤，涉及面神经分支的断裂。这种手术要求主刀医生在显微镜下进行微米级的操作，稍有不慎，病人就会面瘫，甚至终身毁容。以前这种手术都是我做，苏曼只负责术前划线和术后合影。但现在他为了证明自己一把刀的实力，也为了堵住外界的嘴，强行接下了这台手术，并且拒绝了院方请外援的建议。我是科室主任，这种手术我做了几百台了，需要请什么外援？苏曼在晨会上拍着桌子吼道：“手术定在周五下午。”我没走，我坐在科室角落的观察室里，透过单向玻璃看着手术室里的一切。手术开始前1个小时，切开暴露，苏曼做的还算顺利，毕竟这些基础操作他看了5年。但当显微镜推上来，
真正涉及到神经缝合的时候，节奏变了。苏曼的手开始抖，那是长期缺乏实操、肌肉记忆断层的表现。血管前，快点，吸血！怎么这么多血？别动，血压怎么在掉？手术室里的声音越来越焦躁，我看着屏幕，那根面神经在苏曼颤抖的镊子下，像是一根随时会崩断的弦。突然，屏幕上一股鲜红的液体喷出，瞬间模糊了显微镜的视野。啊！苏曼尖叫一声，手里的持针器掉在了地上，出血了，动脉碰到动脉了。麻醉师老陈惊恐地大喊：止不住，压迫没用。监视器上的心率曲线开始疯狂报警，滴滴。苏曼彻底慌了，他满手是血，站在手术台前手足无措。刘华，你来止血。主任，我不行啊，这视野全是血。刘华吓得腿都软了。那怎么办？怎么办？苏曼带着哭腔尖叫。突然，他像是想起了什么，转头看向观察室的方向。尽管隔着单向玻璃，他看不见我，但他知道我就在那里。下一秒，我的手机响了，是苏曼。我看着屏幕上跳动的名字，没接。铃声响了3遍。苏曼在手术室里发疯一样大喊：给他打电话，去观察室找他，快去！1分钟后，观察室的门被撞开，小王满头大汗地冲进来。知意姐，快！苏主任让你去救场，病人大出血了。我坐在椅子上，动都没动。不去。知意姐，人命关天啊！你也知道人命关天。我抬头，那为什么让一个庸医上台？小王被我的眼神吓住了。这时候，满身是血的苏曼竟然冲出了手术室，不顾无菌原则，直接冲到了观察室门口。他隔着玻璃看着我，眼神里充满了祈求。他甚至还没来得及脱下手术衣，那鲜红的血迹在白大褂上显得触目惊心。他掏出手机，颤抖着给我发语音，因为隔着玻璃听不见。微信弹出来：知意，救救我，求求你，只要你救场，副主任给你，钱都给你，你要什么我都给你。我看着手机笑了，我站起身，走到玻璃前，按下了通话键。苏曼在那头几乎要跪下了。知意，你是医生，你不能见死不救。苏曼，我是医生，但我不是你的救世主。5年前，我为了救我妈，给你当了5年的狗。现在我妈不在了，我也不是狗了。我看着他，一字一顿地说：你自己切断的血管，自己缝，缝不好你就进去陪葬。说完，我挂断电话，当着他的面将手机关机，扔进包里，然后转身离开。后来才知道，还是找来了外援，但是也没恢复好，只是暂时止住了情况，只能保守治疗，并且病人转院治疗，并且要起诉苏曼和医院。我知道这一刀下去，断的不只是病人的神经，还有苏曼的职业生涯，以及这座吃人医院的虚假繁荣。走出大楼的时候，天已经黑了。我深吸一口气，觉得前所未有的轻松，但这只是开始。苏曼这种人是属鳄鱼的，只要没死透，他就会流着眼泪寻找下一个反扑的机会。果然，第2天一早，我的家门口就出现了一个意想不到的人。苏曼提着大包小包的礼品，站在我家门口，露出了一个比哭还难看的笑容。知意啊，还没起呢，我给你带了燕窝。你看，鳄鱼的眼泪流下来了。苏曼站在门口，他手里提着橙色爱马仕包装袋。知意，还在生姐的气呢。苏曼自顾自地挤进门，把那堆礼品往餐桌上一堆。昨天是我冲动了，你也知道，做咱们这行的压力大，内分泌容易失调。姐昨晚回去反省了一宿，这不，一大早就来给你赔罪了。我靠在门框上，双手抱胸，看着他这副令人作呕的嘴脸。苏主任，有屁快放！苏曼眼角抽搐了一下，但很快又堆起笑脸，从那个橙色袋子里掏出一个铂金包。你看，这是姐托人从巴黎配货拿回来的，大象灰最适合你的气质。这包现在的行情，少说也得10几万。只要你今天跟我回医院，把那个小鲜肉的修复方案出了，这包就是你的。还有明年副主任的位置，我也给你留着。我瞥了一眼那个包，做工确实不错，5金件也亮，乍一看能唬住不少人。可惜他忘了我是干什么的。整形医生最擅长的就是找假体，这纯属是个 A 货。去医院谈吧。我拿起外套，正好我该打卡了。苏曼面露喜色，以为我松口了。对，回医院谈，其他的以后再说。到了科室，苏曼特意走在前面，昂首挺胸。办公区里，刘华和小王正凑在一起嘀咕。见我们进来，刘华立马迎上来。哎呀，知意回来了，我就说嘛，知意最识大体，怎么可能真丢下咱们不管？苏曼把那个铂金包往我工位上一放，故意提高了嗓门。知意啊，这包你收好，以后咱们姐妹同心，其利断金，大家也都看着。以后谁再敢对沈医生不敬，就是跟我苏曼过不去。周围的小护士们投来羡慕的目光。天哪，那是铂金包吧？苏主任真大方，10几万的包说送就送。看来沈知意这次是要上位了。我走到工位前，拎起那个包。苏主任，我看着他，你是不是觉得我穷，所以没见过真东西？苏曼脸色一变，你什么意思？
白云皮具城的超 A 货，拿货价撑死800，还得是熟人价。我手指在包的走线上划过，这线走的比刘华缝的伤口还歪。还有这皮质，颗粒感太假，摸手。全场立马安静下来。苏曼有点恼羞成怒。沈之意，你别给脸不要脸，我好心送你10几万的包，你竟然污蔑我是假货。是不是假货？去专柜验验不就知道了？我拎着包袋走到垃圾桶旁，手一松，咚！苏曼，你这演技比你的医术还烂。我拍了拍手，想让我回去？可以。我指了指地面，跪下求我。沈之意，苏曼彻底破防了，她尖叫着冲上来。你个不知好歹的东西，给你台阶你不下，既然你想死，那我就成全你。她转身对着全科室的人大喊：都给我听着！沈之意在职期间私自收受医药代表回扣，还泄露病人隐私，我已经报警了。保安，把他给我轰出去！我要在全行业封杀你！刘华立马跳出来：对，我看见过，他经常跟药袋鬼鬼祟祟的。真是熟悉的配方，熟悉的味道。我不慌不忙地从包里掏出一个 U 盘，插进旁边没关的电脑，顺手连接了科室的大屏幕。既然要聊法律，那咱们就聊点干货。屏幕一闪，一张密密麻麻的 Excel 表格弹了出来。2023年6月，私接隆胸手术3台，地点魅影美容院，主刀苏曼实际操作，沈之意非法获利45万。2023年8月，协助药代李某洗钱，通过虚开耗材发票，金额120万。2023年11月，这只是冰山一角。我看着他颤抖的双腿，苏主任，这些私活每一台都是你逼我去的，每一笔转账记录我都留了底。本来想给你留条底裤，既然你非要裸奔，那我就帮你一把。关掉，快关掉！苏曼疯了一样扑向电脑去拔电源线。就在这时，走廊外突然传来一阵急促且沉重的脚步声，一群穿着黑色西装、戴着耳麦的保镖进入科室，强行分开了一条道。紧接着，院长满头大汗地陪着一个中年男人走了进来。那男人气场极强，只是站在那里，周围就没人敢说话。但他怀里抱着的一个脸上缠满纱布的老人，却显得格外虚弱。苏曼在哪？院长声音都在抖，完全顾不上看大屏幕上的丑闻。苏曼手里还抓着电源线，僵在原地。院长，快！这是京城秦家的老太爷。院长一把将苏曼拽过来。火灾导致的重度面部烧伤，面神经大面积坏死断裂。秦先生点名要咱们医院最好的整形医生，你不是号称微米级缝合的一把刀吗？快准备手术！秦家那可是跺跺脚，整个医疗圈都要震的顶级豪门。那个中年男人看着苏曼，苏主任是吧？老太爷的脸就拜托你了，如果治好了，你要什么有什么；如果治不好，他没说下去，但言外之意大家都知道。苏曼的腿彻底软了，整个人瘫坐在地上，面神经大面积坏死断裂。这种手术，别说是现在的他，就算是5年前那个还没退化的他，也根本看不懂。这需要极高的解剖学造诣和极其稳定的显微操作，如果上台，他必死无疑。我。苏曼求助似的看向刘华，刘华早就缩到饮水机后面去了。中年男人眉头一皱：怎么，苏主任不愿意？不是。苏曼目光突然扫到了站在角落里的我，沈之意。苏曼冲到我面前，背对着秦家人和院长，压低声音：之意，救我！这次真的要死人了，只要你肯当我的替身，我给你500万，不，1000万，我现在就转给你。1000万！我轻笑一声：苏曼，你是不是对技术这2个字的价值有什么误解？那你想要什么，我都给你。副主任、主任，只要过了这一关。苏主任，请你让开。我抬脚轻轻踢开他的手。我的出场费，你倾家荡产也付不起。苏曼，你在干什么？院长终于察觉到了不对劲，怒吼道：病人情况危急，你还在磨蹭什么？苏曼身体晃了晃，眼皮翻白，顺势就要往地上倒。这是他惯用的伎俩，只要装晕进了 ICU， 这台要命的手术就能拖过去，或者甩锅给别人。苏主任要是晕了，就直接拉去火葬场吧，省得占床位。中年男人看得出来，直接开口。他身后2个保镖上前一步，一把抓住了苏曼的后领，将他硬生生提了起来。苏曼不敢晕了，他哆嗦着站直。秦先生，院长擦着额头的汗，这苏主任可能是一时紧张。我不管他紧不紧张。秦家的管家赵叔抬手看了一眼腕表，老太爷的情况撑不过2小时，面神经断裂每多1分钟，恢复几率就降1成。如果今天这手术做不成，或者做失败了，赵叔环视一圈，所有人都不自觉地低下了头。这家医院也就没有存在的必要了。至于各位的行医资格证，我会让人吊销，终身进入医疗系统。
这话不是开玩笑，秦家有这个能力。院长腿一软，差点给赵叔跪下。他转头死死盯着苏曼。苏曼，你说话啊！你不是微米级缝合的一把刀吗？你不是刚拿了年终奖买卡宴吗？上台啊！院长，我今天状态不好，手抖，真的不行。不行！院长怒吼。不行！你平时吹什么牛逼？现在秦老太爷这样了，你跟我说不行。就在这时，一直缩在角落的刘华突然指着我对院长喊道：“院长，沈之意能做。这5年苏曼所有的手术都是沈之意做的，他是影子，苏曼就是个摆设。”死道友不死贫道，为了保住饭碗，刘华卖队友卖得毫不犹豫。苏曼猛地转头盯着刘华，却无法反驳。院长的目光瞬间锁定了我，他几步冲到我面前，院长语无伦次，双手想抓我的手，又不敢。之意，沈医生，沈大夫，你能做对不对？你快说，你能做？我靠在椅背上，手里还捏着那个 U 盘。院长，你忘了？我语气平淡。我都要被封杀了，我没有资格做这个手术。没有，谁敢？院长转身指着苏曼，是他假传圣旨。你是我们医院的骨干，是栋梁。哦，我点点头。可我只值250。院长恨不得抽自己2巴掌。赵叔走了过来，他阅人无数，一眼就看出了我和这帮草包的不同。那种长期握刀带来的沉稳气场是装不出来的。沈医生，赵叔微微欠身，态度比对院长客气得多。老太爷危在旦夕，之前的恩怨我不管，只要你能救回老太爷的脸，秦家欠你一个人情，不管是钱、权，还是要在京城立足，秦家都能给你。秦家的人情，这比那辆破卡宴值钱1万倍。我站起身，我不缺钱，也不想去京城。我看向院长，竖起3根手指。做这台手术，我有3个条件。别说3个，300个都行。第一，我指了指手术室，这台手术我全权主刀。手术室内包括麻醉师、1助、2助、巡回护士，全部由我指定。苏曼、刘华这种垃圾，滚出我的视线！我不希望在手术室里闻到他们的臭味。准，马上准！院长大喊。第二，我指了指大屏幕上还没关掉的 Excel 表格，彻查苏曼和刘华在职期间所有的贪污、受贿、医疗事故。我要看到他们进去踩缝纫机，而不是仅仅被开除。苏曼刚清醒一点，听到这个又快要吓晕。刘华更是直接尿了裤子。查，马上报警，让经侦科介入。院长咬牙切齿，这时候别说查苏曼，就是让他查自己亲儿子，他也得答应。第三，我的目光穿过人群，落在角落里的小林身上。小林恢复原职，升任科室护士长，工资翻3倍。以后我的手术只用他配台。小林满脸不可置信，眼泪汪汪地看着我。好，都依你。院长擦着汗。沈医生，还有吗？要是没问题，咱们赶紧。没了。我从包里拿出一根皮筋，利落地将头发扎成一个高马尾，准备手术。路过苏曼身边时，他突然伸出手抓住我的裤脚。沈之意，你不能，那是我的位置，那是我的病人。他眼神涣散，已经有些疯魔了。你只是个微笑出来的，你只是个影子。我低头看着他。苏曼，影子之所以存在，是因为有光，但你不是光，你只是挡在光前面的垃圾。院长冲上来，狠狠一巴掌扇在苏曼脸上。滚开，别挡沈医生的路。苏曼被打得嘴角流血，彻底趴在地上不动了。我跨过他的身体，径直走向更衣室。手术室，无影灯亮起，我站在主刀位置上，闭上眼，深吸一口气，熟悉的消毒水味，这才是我的战场。连接显微镜。我睁开眼，声音冷静，准备110号缝合线。是。小林声音洪亮，动作麻利地将器械递到我手中。手术室上方的全景摄像头亮着红灯，秦家要求全程直播，当然不是给大众看，而是连接到了秦家在全球的医疗顾问团。那是几十位来自梅奥诊所、约翰霍普金斯等顶级医疗机构的神经外科和整形外科专家，他们要实时监控手术过程，一旦我出现失误，他们会立刻叫停并远程指导。虽然我觉得他们没这个机会。观察室里，苏曼被2个保镖压着，强行按在椅子上。赵叔冷哼一声，让他看着，让他看看什么才叫真正的医生。苏曼披头散发，盯着屏幕，他心里还存着最后一丝侥幸。这么难的手术，沈之意也不一定能行。只要沈之意失败了，大家就一起死。屏幕上，显微镜视野被投射出来，那是一团血肉模糊的面部组织，神经血管像乱麻一样纠缠在一起，普通医生看一眼都会头皮发麻。开始。我手中的柳叶刀落下，刀锋在毫厘之间游走，避开了所有细小的血管分支，直抵断裂的面神经断端。这怎么可能？观察室里，刘华瞪大了眼睛。他在盲操，他不看解剖图吗？
这是不需要思考的肌肉记忆，这是把解剖结构刻进骨子里的本能。清理创面，冲洗。我接过小林递来的冲洗球，动作行云流水。接下来是最关键的神经缝合。面神经的直径只有发丝粗细，要在上面缝合，不仅要对齐神经束，还要保证外膜的完整。我换上了特制的显微持针器，起针、进针、出针、打结，动作快的出现了残影。此时此刻，大洋彼岸，秦家的全球医疗顾问团会议室里，原本漫不经心的专家们，此刻全都站了起来，脸几乎贴到了屏幕上。Oh my god！ 一位白发苍苍的德国教授推了推眼镜，这种缝合速度，这种打结手法是 Phantom Stitch 幻影缝合。另一位美国专家惊呼：“这是那个人的独门绝技！”直播间的内部弹幕疯狂刷屏：“这不可能！这种级别的操作怎么会出现在一家3甲医院？这双手，我见过这双手。3年前在柳叶刀封面的那台断指再指手术。”主刀医生也是这双手，他是 S， 他绝对是那个神秘的 S。S 这个代号在国际显微外科界是一个传说。5年前，几篇关于超显微缝合的论文横空出世，署名只有一个 S。随后，几台堪称神迹的手术录像在暗网和高端医疗圈流传，主刀医生从未露脸，只露出一双手。无数顶尖医院想挖出这个 S， 却一无所获。没人知道 S 就是 Shen 沈之毅，也没人知道那个在国际上被封神的 S。在现实中只是一个拿着250元工资被上司骂做木头的影子。观察室里，赵叔看着手机上不断跳出来的海外专家反馈，全是 God、Miracle 奇迹、Master 大师之类的词汇。他转头看向苏曼，眼神里充满了嘲弄。苏主任，看来你这5年不仅偷了沈医生的钱，还偷了他的名。苏曼终于吐出了一句实话：我不配。手术室里，我并不知道外面的轰动，我只专注于眼前的最后一阵剪线。手术结束，我放下持针器，看了一眼监视器，出血量10毫升，手术时间1小时20分，比预估时间快了1倍。我转过身，摘下口罩，对着摄像头，我说了一句：“秦先生的脸保住了。另外，记得结账。”手术室的门向两侧划开，我摘下沾了些许血迹的手套，扔进黄色医疗废物桶里。那一瞬间，走廊外原本嘈杂的人声像被按下了静音键。赵叔第一个迎了上来。这位平时不苟言笑的秦家大管家，此刻腰弯的比见了他家老爷子还低。沈医生，里面的情况？手术很成功，我解开手术衣的领口，面神经吻合度99%，血管通畅，大概半小时后麻醉苏醒，除了脸会肿几天，没什么后遗症。赵叔长出了一口气，转头看向身后的保镖，打了个手势。下一秒，走廊尽头的电梯门开了，不是秦家的家属，是一队穿着制服的警察，还有几个夹着公文包、神色严肃的检察院工作人员。苏曼在看到那的瞬间，整个人弹了起来。不是我没有。他语无伦次地往后缩，带头的警官径直走到苏曼面前，亮出了拘留证。苏曼涉嫌重大医疗责任事故罪、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、职务侵占罪，要跟我们走一趟。还有刘华，我靠在墙边，拧开保温杯喝了一口水，好心地指了指饮水机后面的那团阴影。那边还有个尿裤子的，别漏了。刘华被2个警察从角落里拖出来时，还在疯狂大喊：“我是被逼的，都是苏曼指使我的，我有聊天记录，我有录音，我要做污点证人。”苏曼猛地转头，死死盯着刘华，这就是利益捆绑的盟友，大难临头，咬得比谁都狠。我看着他们被押进电梯。沈医生，身后传来一个虚弱却威严的声音。我回头，手术推车被推了出来，秦老爷子醒了，虽然脸上缠着纱布，但那双阅尽千帆的眼睛依然锐利。院长诚惶诚恐地跟在旁边。秦老爷子抬起手，有些费力地指了指我。秦老，我走过去，微微欠身。这双手，老爷子字字千钧，是国宝。院长，你们医院要是供不起这尊佛，秦家在京城的私人医院随时扫榻相迎。院长吓得冷汗直流，连连摆手。供得起，供得起。沈医生是我们医院的招牌，是定海神针。哼！老爷子冷笑一声。招牌，差点被你们当废柴烧了的招牌。院长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。赵叔，老爷子吩咐道：“给沈医生的1000万诊金现在就转。另外，以后秦家上下的健康管理只认沈医生一人。”全场哗然。秦家的独家医疗顾问，这不仅仅是钱的问题，这是在整个上流圈子拿到了一张畅通无阻的通行证。我点了点头，没有推辞。谢秦老，不过诊金我要1半现金，另一半捐给医院的烧伤整形公益基金吧，算是我给科室积点德，去晦气。我没理会众人的目光，转身走向更衣室。这一仗打完了，但我还有最后一件事没做。
3个月后，市看守所的会见室里，我坐在玻璃窗外，看着对面那扇铁门缓缓打开。苏曼穿着灰色的马甲走了出来，才3个月，她像是老了10岁。曾经引以为傲的玻尿酸填充脸，因为失去了昂贵的保养品维持，此刻有些垮塌，法令纹深陷。看到是我，她愣了一下，她抓起话筒：“沈之意，你是来看我笑话的吗？啊，你现在满意了？当上主任了，风光了？”我拿起话筒看着她，我突然觉得有些无趣。这就是我曾经视为大山压了我5年的女人，如今看来不过是个可怜的小丑。苏曼，我语气平静，你的判决书下来了，数罪并罚12年。苏曼的手抖了一下，眼泪瞬间涌了出来。12年，我的人生完了。沈之意，你毁了我，你这个毒妇。毁了你的是你自己的贪婪和无能。我从包里拿出一张纸，贴在玻璃上，那是一张银行转账的回执单，金额250.00元，还记得吗？我淡淡的说，那天年会，你给我这250，让我买核桃补脑，这钱我没动。我把回执单收回来，又从包里掏出2张红色的100元大钞，外加1张50元的纸币。听说里面的日用品挺贵的，牙膏、肥皂都要钱。我把钱塞进递送口，推了进去，拿着吧。苏曼看着那250块钱，像是受到了极大的侮辱。我不稀罕，你拿走，你拿走。别装了。我轻笑一声，你现在的账户被冻结了，家里人也忙着撇清关系，没人会给你存钱。这250是你接下来几个月唯一的依靠。我站起身，居高临下的看着他。苏曼，好好在里面踩缝纫机，这250拿去买点核桃，如果有卖的话，好好补补脑，想想这下半辈子该怎么做个人。说完，我挂断电话，没有再看他一眼，转身离开。身后传来苏曼崩溃的哭嚎声。走出看守所大门，阳光有些刺眼，我抬手挡了挡，深吸一口气，空气里有自由的味道。这一刻，那长达5年的阴霾终于彻底散去。回到医院，刚进科室大门，就感觉到一种截然不同的气氛，没有了以前那种浮躁和溜须拍马，每个人都在忙碌着，走路带风。沈主任好。主任早。路过的医生护士纷纷停下脚步，恭敬地打招呼，那种眼神里没有讨好。我点点头，径直走向主任办公室。原本属于苏曼的那间奢华办公室已经被我让人重新装修了，撤掉了那些浮夸的巴洛克风格家具，换成了简洁的办公桌和书柜。墙上那幅巨大的苏曼艺术照也被摘了下来，取而代之的是一张人体解剖结构图。小林现在已经是护士长了，抱着一摞病历走了进来。之意姐，哦不，沈主任。小林还是有些改不过口，脸上带着兴奋的红晕。这是下周的手术排期，还有这里有一份补发工资的核算单，院长让您签个字。我接过单子看了一眼，上面是一个很可观的数字，包括这5年被克扣的奖金、加班费，以及那几台被冒名顶替的手术费。院长是个聪明人，他知道该怎么平息我的怒火，也知道该怎么留住我。我拿起笔，利落地签下名字。多出来的部分给大家发奖金吧。我把单子递回去，告诉大家以后在这个科室凭本事吃饭，只要技术过硬，钱1分都不会少。小林激动的眼圈发红。谢谢主任，大家都说现在的整形外科才像个真正的医院。行了，别煽情了。我敲了敲桌子，去准备一下10分钟后查房。那个断指在职的病人今天该拆线了。是。小林敬了个礼，转身跑了出去。门口几个刚入职的实习生正探头探脑，其中一个胆子大的男生小声问旁边的人：哎，这就是传说中的沈主任吗？听说他在国外有个代号叫 S， 是真的假的？嘘，小声点儿。旁边的老资历医生瞪了他一眼，但语气里满是自豪。什么传说？那就是神。你知道上次秦老爷子那台手术吗？全球直播，连梅奥诊所的专家都跪了。哇！实习生眼中满是崇拜的小星星。那沈主任以前为什么？那是乾隆勿用。老医生故作高深。行了，赶紧干活去。沈主任最讨厌闲聊。我听着外面的议论声，嘴角微微上扬。S 也好，沈之意也好，其实都不重要。重要的是，我现在站在这里，手里握着手术刀，我不再是谁的影子，我是光。我站起身，穿上那件崭新的白大褂，将听诊器挂在脖子上。阳光透过百叶窗洒在桌面上，照亮了那张刚刚签好的排班表，上面我的名字排在第1位，沈之意。走吧。我对镜子里的自己说，去做手术。